嗨，我是 Jasper。有朋友在问哪一种刮胡皂好用？我想说的是，你真的需要刮胡皂吗？刮胡皂适合你吗？很多人对湿刮 wet shaving 的刻板印象，就是要拿个刷子用刮胡皂起泡，仪式感满满哦。在你一头栽进去这个兔子洞之前，我来告诉你刮胡皂的优缺点。除了刮胡皂以外，还有哪些产品适合你？刮胡子要好刮，要先让胡子吸满水，水合作用是一切的关键，水也是最重要的润滑剂。但是只有水是不够的，我们的皮肤表面凹凸不平，刀片在凹凸不平的皮肤上会卡卡的，不能很好的滑动，水也不能保护皮肤。从滑动摩擦力的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减少 Fn 正压力可以让滑动摩擦力变小，也就是刮胡刀在皮肤上的压力要小，尽量做到零压力。如果在皮肤跟刀片中间形成一个摩擦系数很小的介质，就像活塞需要机油，走路踩到香蕉皮，沙苦加上 KY 都可以减少 μ 值，让滑动摩擦系数变小， F 值滑动摩擦力也就变小，刀片可以很顺畅的滑动。持续的滑动代表刀片在皮肤上的压力不会聚集，可以降低刀片切入皮肤的风险，就不会有皮肤红肿 Roller burn 的问题。如果这一层膜不单单只有润滑的功能，膜够厚够硬，刀片就很难切入皮肤。添加合适的成分在膜里面，可以更快的软化胡子。如果它还能保湿，刮完胡子皮肤就不会干燥。最终极的功能，如果它还能在皮肤受伤的时候帮忙止血，还能修护皮肤的伤口，那就完美了。你搞我骗，有这种东西吗？有啊，要把影片看完哦。涂在脸上的产品可以分为两大类，有刷产品跟无刷产品。有刷的产品就是要买一支刷子，用刷子起泡，虽然麻烦了一点，但是制作泡沫的过程很疗愈哦。打泡的过程可以让你思考人生。无刷的产品不需要刷子，用手抹就可以了。刮胡皂是现在最多最琳琅满目的产品。刮胡皂里面的碱性可以使胡子的角质层细胞膨胀，毛鳞片打开，更快的让水分进入，加速软化胡子。刮胡皂有软皂跟硬皂，顾名思义哦，软皂比较软，可以从容器里面挖出来；硬皂的含水量比较低，不容易消耗，使用寿命非常长。刮胡皂会让你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绝的错觉哦，天天用半年以上都是小 case。所以不管你是刮胡子、刮光头、刮腿毛，刮胡皂这种永远用不完的特性 CP 值很高。跟一般常见的香皂区别是，刮胡皂可以产生大量浓密而且持久的泡沫。刮胡皂的泡沫浓密有弹性，可以缓冲刮胡刀压入脸上的力道，泡沫不容易消泡，也不会很快变干，可以让水分停留在脸上更久。有泡沫的另外一个优点是，可以看到哪个地方有刮过，哪个地方还没刮。刮胡皂的皂膜也更滑，可以附着在皮肤上更久。皂膜才是润滑刀片跟保护皮肤的关键。要判别刮胡皂的好坏，你可以先把泡沫刮掉，然后摸一摸剩下的皂膜还剩多少。很多人会在同一个地方刮好几下，那都是靠皂膜在撑啊。依照原料的不同，刮胡皂可以分为牛脂皂、甘油皂跟混合皂。牛脂皂有比较高比例的牛脂，牛脂可以让皂膜更滑，保护性更好。刮完胡子以后，皮肤也会感觉比较滋润一点。不过动物油脂的饱和脂肪酸比较高，容易堵塞毛孔，会比较不透气。甘油皂有更多的甘油，甘油是一种保湿剂，可以抓住更多的水分，提供润滑效果。老司机打泡沫会准备一小瓶甘油，起泡的时候在里面滴个1-2滴，你的泡沫就会像爆炸一样多。混合皂就是混合牛脂或甘油，再加上其他成分。也因为原料的不同，刮胡皂有荤皂跟素皂的区别。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，要注意哦。刮胡皂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香味了。刮胡皂的香型是所有产品中最多的，香味会让刮胡子的体验上升一个维度。这个味道会让人上瘾哦。不同香味的刮胡皂会让你一直买，就跟女人买衣服一样，买不停就奇怪。虽然刮胡皂看起来这么美好，但是香味是一把双刃剑哦。你有听过 Roller burn 剃刀烧伤吧？如果你有敏感性皮肤，有些刮胡皂放在脸上，
它也会让你有脸在燃烧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来自于精油跟香精，比如说丁香、肉桂、薄荷、柑橘、杏仁、柠檬、葡萄柚。除此以外，刮胡皂里的苯甲醛、羊毛脂、薄荷醇也会让你感觉脸上火辣辣。再来，我们皮肤的 pH 值平均是 5.5， 是弱酸性。刮胡皂是皂，是碱性的。刮胡皂的 pH 值如果太高，也会让你感觉不舒服。尤其是干性皮肤pH 值只有 4.5， 选到不合适的刮胡皂不会让你上天堂，只会让你住套房。虽然刮胡皂会添加乳木果油之类的油脂，让你刮完胡子皮肤不会有干涩的感觉，但是皂的特性是无法改变的。我们国中学过，肥皂会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带走，干性皮肤刮完胡子可能会更干。所以比起选个贵松松号称可以滋润皮肤的刮胡皂，还不如刮完胡子上个胡后乳，更能让你油水平衡。另外，刮胡皂跟刮胡膏都要使用刷子，这代表你每次刮完胡子都要洗刷子哦。虽然刮胡皂可以提供骨溜的皂膜，但是皂膜没有办法一层一层的堆叠厚度，皂膜也没有办法硬化。如果你用的是直式剃刀，刮胡皂的保护性会比较差一点。所以不要看到大家推荐谁谁谁说好用就冲动购买，乳之蜜糖，彼之砒霜，别人觉得好用的不一定适合你。在买之前看看产品的配料表，找找网络上的评价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选，可以从敏感性皮肤可以用的产品入手。刮胡膏含水量比刮胡皂多，所以它很容易挖取出来。刮胡膏起泡很快，更容易产生泡沫。刮胡膏含有保湿剂，打出来的泡沫可以更容易保持湿润。因为质地比较软，所以它不挑刷子，就算没有刷子，它也可以直接抹在脸上，用手搓揉起泡。有些刮胡膏也会像刮胡皂一样，在脸上会有燃烧的感觉。买之前记得 Google 一下成分哦。刮胡膏、刮胡皂可以根据喜好打出比较浓或是比较稀薄的泡沫。有些人觉得泡沫就是要打得像奶油一样，又厚又浓密。泡沫上最好还可以放硬币，苍蝇飞进去还会卡住。又厚又绵密的泡沫虽然可以带来一点缓冲的效果，但是太厚的泡沫你会感觉刀片在泡沫里面游泳，很难抓到刀片跟皮肤的接触点，你会感觉不到刀片在哪里哦。真正让刀片在脸上滑动是皮肤上的那一层皂膜，皂膜上面的泡沫不管有多厚都不会增加皂膜的强度。拢嘛规工欸，我建议在起泡的时候你可以加多一点水，让泡沫更有光泽，差一点点就要滴下来那样。你会发现这种含水量多的泡沫才是最光滑的，而且刀片不会在泡沫里面游泳，更容易掌握刀片的动向。多一点水也能降低它的 pH 值。因为肥皂的特性，刮胡皂跟刮胡膏自带清洁功能，很好冲洗，适合所有的刮胡刀，特别是不能随意换刀片的 injector， 用水冲一下就很干净，不会有残留物。刮胡膏跟刮胡皂都需要加水起泡，如果你那里的水质太硬，要打出好的泡沫，没谁惊真拼。除了软化水质，或者是选择像阿口这种泥巴水都能起泡的肥皂，你可以试试不需要加水就能起泡的无刷产品。有的人会觉得奇怪，都是 shaving cream， 为什么有的刮胡膏无法起泡？会起泡的刮胡膏是基于皂类，不起泡的刮胡膏不含肥皂，它是一种水包油的混合物，有更高比例的油，更多的油可以提供润滑，防止刀片插入皮肤。刮胡膏是保护性最强的产品，刮胡膏不用加水，不加水就不会被稀释，刮胡膏的成分可以100%的留在脸上，它形成的膜很厚，而且这层膜可以堆叠，可以厚上加厚，越厚的保护膜，皮肤就越不会被刀片割伤。如果你用到像这种抹上去会变硬的刮胡膏，它会有一种在皮肤上穿防弹衣隔绝刀片的感觉，有时候甚至感觉不到刀片的触感。针对刀片感比较强的刀，像是直式剃刀，刮胡膏会是更好的选择。有一好没两好哦，因为刮胡膏的保护性很强，它不容易清洁哦，只用水是冲不掉的，你必须用毛巾清除它。如果你用的是安全刮胡刀，尤其是可调的刮胡刀，刀头里的角落会很难清干净。
它会堵塞刮胡刀，也会堵塞你的毛孔哦。所以用这种刮胡膏刮完胡子，你要把脸洗干净，不然会长痘痘。很多老司机只要一谈到罐装刮胡泡，仇恨值就会爆发哦。如果刮胡子产品有鄙视链的话，这玩意儿会在最底层。老司机认为刮胡泡里面的气体跟发泡剂对皮肤不好。别看一罐刮胡泡这么大，里面的空间很多都是推进剂气体，实际喷出来的刮胡泡容量很少，大概只有1个碗的分量。喷出来的刮胡泡里面，肥皂只占20到30%。刮胡泡也不容易控制用量哦，很容易按一下就挤出来一大坨。刮胡刀很容易在泡沫里面迷路，不知道刀片在哪里。如果你用的是直式剃刀，这会有点危险哦。刮胡泡的保湿能力很差，我印象中最深的是爸爸手 Original， 它的泡沫干到哦，就像把保丽龙涂在脸上，我都怀疑是不是买到假货。刮胡泡会成为鄙视链的最底端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好啦，讲完缺点，这个东西能活到现在还是有优点的。刮胡泡的优点就是方便，一按出来就可以用，而且到处都有卖。刮胡泡的泡沫是最绵密的，支撑性很强，有一定的缓冲性，配合有旋转头的合刀，刮胡泡适合不太会控制刀片压力的新手。刮胡泡的成分有这些，很多人只看成分，说什么有推进剂这种阿萨布鲁的东西就觉得不好。我想说的是，只看到成分不考虑剂量就是耍流氓，水喝太多也会中毒啊。很多手工皂宣称它们都含有天然成分，但是这种成分占的比例有多少呢？我听过很好笑的一句话哦，他说喷罐的刮胡泡是化学的，肥皂是天然的。玛丽个逼，你国中的理化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皂化反应就是油脂加上氢氧化钠的化学反应啊。就像名字加上有机2个字，就感觉可以卖得比较贵。说它是天然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哦。比如说刮胡子产品里面的甘油，有人宣称他们用的是天然甘油，不是人工甘油。丢雷老母，所有的甘油都是皂化反应以后分离出来的，不是树上采的，土里挖出来的好吗？甘油不存在所谓天然跟人工的区别，只要合乎剂量规范，就算添加人工合成物质，也不会危害你身体的健康。至于罐装的刮胡泡有没有不好的成分，看配料表一定是有的啊。不过这玩意儿在美国上市70年了，好像还没有被告到脱裤烂呢。你连抽烟、喝酒、外送茶都不怕了，还会怕一个刮胡泡？凝胶可以分为不起泡跟会起泡2种。不起泡的凝胶含水量高，可以更好的渗透皮肤，补水保湿力很强。凝胶比较清爽，不会有被闷住的感觉，夏天用很舒服。凝胶 Shaving Gel 有另外一个分支 Shave Butter， 介于 Gel 跟 Cream 之间。凝胶跟皮肤接触的这层膜更厚，可以提供很好的保护性。凝胶可以填补凹凸不平的皮肤表面，凝胶的厚度还可以提高刀片。维生素 E 跟甘油可以锁住水分，再加上芦荟会让凝胶摸起来超级滑。合刀刀头的润滑条或者是凝胶盒都有芦荟的成分，刀片可以在皮肤上更顺畅的滑动。凝胶的滑顺程度是所有产品里数1数2的。相比于油性基底的刮胡膏，水性的凝胶也比较好冲洗。这里要特别谈到芦荟，芦荟可以保湿、修护、舒缓。如果刮胡子不小心刮伤、红肿、Red burn， 芦荟可以及时的止血、止痛、治疗伤口。你应该有看过别人被太阳晒伤，用芦荟来修护皮肤。如果你可以看到这里，恭喜哦，给你安利一款我很爱用的产品。既然芦荟的功能这么强大，那为什么不干脆用芦荟胶来刮胡子呢？一般常见的芦荟胶水分太多，比较稀薄。这款芦荟胶比较粘稠、较勾，很容易在脸上使用。如果觉得太粘稠，就加一点水啊。它背后有说明，可以用来刮胡子。这款产品我用了2年多了，它的成分接近天然芦荟，添加物很少。它没有香料，敏感性皮肤也可以用，保护性很好，搭配直剃刀也没有问题。芦荟胶的 pH 值是 5.5， 跟皮肤的 pH 值是一样的。芦荟胶不含皂，不会带走你皮肤的油脂，它也没有油哦，刮完胡子很清爽，不油，不会干涩。芦荟胶也可以掺入其他的刮胡子产品，混在一起使用。
它的价格也不贵啊。不要告诉别人，我怕它会涨价。还有一种会起泡的凝胶产品，虽然它挤出来是凝胶，但是它跟刚才说的凝胶是不同的东西。这种会起泡的凝胶基本上是液体状的刮胡泡，在泡沫中加入少量的碳氢化合物气体，做成包含气体的凝胶，再加上推进剂、植物蜡跟油。凝胶挤出来以后，混入凝胶的气体挥发，凝胶就会膨胀，形成泡沫。相比于喷罐的刮胡泡，这种凝胶要加水，加了水，润滑跟保湿的性能会比刮胡泡更好，搓一搓泡沫也很多。从古罗马时期就会用油刮胡子了，现在市面上的 shaving oil 选择不多，大多是胡前油 pre-shave oil， 除非使用乳化剂，不然油跟水是不相容的。胡子没有吸水，使用油是不会软化的。在使用油之前，要让胡子吸满水，做好水合作用。油的作用是保护皮肤，不是软化胡子。油也可以把水分封住，让皮肤的水分不会散发。如果你用的油很粘稠，像是猴猴把油，刀片会很难在皮肤上滑动，可以在油上面加一层泡沫。如果你追求用天然的产品来刮胡子，你厨房里的橄榄油、椰子油也可以拿来刮胡子。很多人会用各种油来保养皮肤，这些油理论上也可以拿来刮胡子，缺点就是刮完以后要清理比较麻烦。刮胡子其实很简单，比如说洗完澡，就算只用1块香皂，你也会觉得刀片碰一下，胡子就掉下来了。水合作用是一切的关键，使用的产品要买适合你的，不一定要买贵的。就像 Lamborghini 是超跑，是好车，但是它可以开去买菜吗？ Lamborghini 开太慢会火烧车哦。所以不要问我推荐什么刮胡皂，推荐什么刷子，我推荐的是芦荟胶。哈哈哈哈，咋的？咬我啊，笨蛋！记得把咬字拆开来写哦。